江爷爷搬着竹子走进园区时，辉宝的小眼神就没从竹子上离开过。当江爷爷将竹子放在小亭子上后，辉宝便立马冲过去对着竹子进行翻找。辉宝又惦记上妈妈的小零食了，但是这次江爷爷将小零食带去了另一旁的小木床上，并没有放在小亭子上。辉宝扑了个空。就在辉宝正失落时，江爷爷走了回来。江爷爷哪能眼看着他的宝贝孙女不开心呢？江爷爷早就给辉宝备好了属于他的那一份。辉宝看到爷爷给自己带来了胡萝卜，辉宝立马走了过去，接过爷爷手中的胡萝卜吃了起来。有了辉宝的，当然也不能少了瑞宝的。江爷爷爬到树上，将属于瑞宝的那一份递给瑞宝，顺便在瑞宝的小树上插上了一捧新竹子。为了爱宝能够吃上一个完整的小零食，江爷爷可谓是跟瑞宝、辉宝斗智斗勇。一会儿，江爷爷又给爱宝拿来了窝头。江爷爷先将窝头藏到背后，然后等到了竹子旁迅速藏进去。辉宝此时似乎发现了爷爷的小动作，江爷爷眼看不行，又走到辉宝身边，混淆了一下辉宝的注意力。被爷爷一番摆弄后，辉宝扬起了头，想了一下，疑惑道：“自己刚才要干什么来着？”江爷爷这是不仅懂饲养，还懂心理学。等晚上下班点到了时，第一个往家走的是瑞宝。瑞宝今天睡够了，也玩够了，对园区没有了眷念。接着爱宝也起身了。爱宝今天在听到奶爸喊自己时，立马起身，动作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。懂事的爱宝又是让奶爸感到轻松的一天。最后，辉宝和乐宝在依依走之前没有看到他们回家的样子，而乐宝这里更是睡得深沉。而江爷爷又要思考该用什么方法才能给乐宝从木架上哄下来。今天下班的体验只能让宋3岁体验一次，毕竟烧酒不能多喝。今天为了防止宋3岁再去喝酒，拖延宋3岁下班的这个任务交给了辉宝。辉宝在树上一趴就趴到了下班点，最后就连乐宝都回去了，辉宝还在树上趴着。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，辉宝今天直接超越了爸爸乐宝。任凭宋3岁在通道门口怎么呼喊都没有用，最后只喊回来了瑞宝。瑞宝在听到宋3岁的呼喊声后，没有着急下去，而是走到了小亭子的一端，先给自己的小亭子做了标记。瑞宝现在也有了成年大熊猫的领地意识。做完标记，瑞宝还回头闻了闻，确认别人闻到后能知道是自己的。标记做完，瑞宝望向宋3岁。瑞宝这姿势属实显腿长，瑞宝下床时也能轻松的抓到爬梯栏杆，不愧是宝家腿最长的大熊猫，不用把头塞进爬梯缝隙里才敢往下下。瑞宝今天又是乖乖熊，从小亭子上下来后，便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回了家。最近小苹果的诱惑对瑞宝挺大的，看来瑞宝长大后会是一名小吃。而辉宝这里其实早就醒了，辉宝只是想给宋3岁上一课，或许是昨天宋3岁去喝烧酒没领着辉宝的原因吧。辉宝看到宋3岁又来了，立马闭上眼睛，假装自己还在睡觉。而这次宋3岁来，把爱宝又喊了回去。爱宝回去后，乐宝也回去了。乐宝留下纯粹是为了陪自己的老婆的，老婆都回去了，自己留在这里也没有意义了。这下园区真的只剩下辉宝自己。福宝节约粮食的习惯一直延续至今，一点也不变。今天奶爸又给福宝的小零食放到他的小竹篮里了。福宝走到竹篮的下方后，先是半蹲着起立，小手抓住小竹篮，然后灵活的站起身，紧接着小脑袋和小手一起放进里面，不断的在里面扒拉着。福宝轻松给竹筐里面的窝头拿出，福宝拿着窝头一口咬下，接着抬起头开始仔细品尝窝头的美味。福宝回国吃的窝头和福宝在韩国时的窝头是一样的，因为韩国的窝头配方就是基地这边给的，所以福宝回国后吃窝头时也是这般有食欲。福宝一边咬大块窝头的同时，还不忘低头舔舐掉落在自己身上的窝头残渣。一块窝头让福宝吃出了海天盛宴的感觉，这让不少姨姨们都想体验一下福宝吃的窝头究竟是什么味儿的。不知道基地能吃出的糖豆，让姨姨们也尝一尝。福宝吃窝头时享受的都闭上眼睛了，馋的姨姨们直流口水。等手里窝头吃完后，福宝还意犹未尽，用舌头舔舐着小腿，紧接着又俯下身观察有没有掉在地上的。福宝低头检查时，还真让福宝发现了。福宝赶紧将其放进嘴巴里，将其吃掉。福宝这是在弘扬勤俭节约的中华传统美德，以后请关于节约粮食的广告语都印上福宝，让福宝做形象大使。福宝享受完窝头后，又来到了小床上，这里有着奶爸给福宝放置的大竹笋。奶爸们为了让福宝吃起来方便，特意给福宝将竹笋切成了2半，但福宝感觉直接抱着一整个啃更过瘾。直到吃到最后，竹笋太小，福宝抓不住时，才给竹笋分开。福宝坐在小床上吹着小风，吃着竹笋，好不舒服。吃完竹笋后，福宝起身寻找了一下还有没有了。福宝找了半天没找到，
直接回了家。园区里的竹笋福宝是一口也没吃。福宝回国后，奶爸属实是用竹笋给福宝宠坏了，因为现在福宝有时单吃竹笋就能吃饱。宋三岁和盛熙姨母正在跟江爷爷视频炫耀瑞宝被小车，只见宋三岁和辉宝坐在前排，盛熙阿姨和瑞宝坐在后排，一家4口打算开车一起去找福宝姐姐。宋三岁坐在小车上都畅想起来了，手指远方跟辉宝说：“福宝姐姐就在那个方向，让我们一起出发。”这一家4口在一起的模样简直不要太可爱。瑞宝此时坐在后排翘着2郎腿吃胡萝卜的样子更是帅气逼人。江爷爷去看福宝，宋三岁没去成，这是给宋三岁嫉妒坏了。嫉妒就是无法把持。宋三岁一冲动就给姐妹俩的生日提前过了，趁着江爷爷还没回来，自己就给瑞宝和辉宝的生日派对举行完了。生日蛋糕都准备好了，就等江爷爷回来直接切了。等到了下班点时，姐妹俩刚好也玩够了，没有像他们的爸爸乐宝一样赖着下来，但是对于不想回家的心情还是没变。宋三岁先是拿着大竹笋给爱宝哄了回去，而瑞宝、辉宝这里对于妈妈的回家则是无动于衷，假装没看到，继续自己干着自己的事情。姐妹俩此时就想着，能让爷爷直接给自己抱回家是最好的，所以姐妹俩就这样在小亭子上一动不动。无奈的宋三岁只能来到园区，给姐妹俩从小亭子上抱下来，给姐妹俩抱到门口后就可以了，这样瑞宝和辉宝就可以自己回家了。宋三岁给姐妹俩都抱下来后，放心的离开，而瑞宝和辉宝也正如宋三岁所想，乖乖的走回了家。姐妹俩回家后，宋三岁来到园区，表示自己现在要给姐妹俩维修小车了，不然还没等过生日，小车就被姐妹俩拆散架了。很难想象姐妹俩这力量，要知道这辆小车是耗费了6个成年人才搬来的，姐妹俩仅用1天就给小车霍霍成这个样，这样就要辛苦宋三岁了。在生日之前，宋三岁每天都要过着缝缝补补的日子了。昨天乐宝从室外园区回来，发现自己的家被偷了，不过这次这事儿不是宋三岁干的，而是江爷爷和盛熙阿姨干的。不过乐宝看到自己的木架被拆得稀碎，并没有惊慌，因为乐宝的适应能力超乎爷爷们的想象。乐宝总能从简陋的条件里取悦自己。小亮台缺少了中间的几个木头后，乐宝开始了他在小亮台上的花样表演。乐宝表示，既然自己改变不了环境，那只能去适应环境，反正就算乐宝坐立难安，乐宝这里也没有一点要下去的意思。而隔壁瑞宝、辉宝这里也到了下班回家的时间了，爱宝依旧是像往常一样，还没等姨母开门，爱宝自己的生物钟便开始提醒自己已经到了下班的时间了，便来到姨母的门口给姨母敲门，提醒姨母该下班了。眼看通道门里没有反应，爱宝又围着园区转了一圈，等爱宝这一圈转回来时，通道门便打开了。爱宝刚要走进去，通道门又关上了。不用想，盛熙阿姨这时又想让爱宝帮忙带姐妹俩回家，而姐妹俩此时一个正在小车上躺着玩耍，另一个正在南天宝后面躲着。此时在小车上的辉宝在车上滚来滚去的样子，舒服的不像是只熊，看上去跟小孩躺在沙发上打滚一样。而爱宝这里是有情绪的，帮忙带孩子，下班可以，但不能没有报酬，天底下哪有白干活的事儿。盛熙姨母眼看爱宝有小情绪了，立马给爱宝把门打开。爱宝作为宝家的脾气最稳定的大熊猫，如果让爱宝有了脾气，那说明是已经严重惹到爱宝了。爱宝走回家后，在小车上的辉宝也没过多的犹豫，很快也跟了上去。而此时的瑞宝还在南天宝前徘徊。盛熙阿姨这里没有继续等待，而是来到了园区，给最后一只不想回家的瑞宝亲自抱了回去。盛熙阿姨给瑞宝放到门口后，赶紧跑回房间去给瑞宝开门。姐妹俩今天下班还算顺利，不过乐宝这里爷爷们将要费点心思了。乐宝的木架被拆了，